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野马战机》，还有一款游戏叫做《野马中队》。有机会呢，也给大家录制一下那款游戏啊，不要搞混。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啊，就是它采用了很多现实当中武器的原型，一般都是二战时期的。那第一关啊，咱们就可以看到 VW82统车。宝马275、BF109、BF110，还有古斯塔夫巨炮、火山灰战斗机，以及 NBWF41火箭炮，很多呀！而且这些都是咱们遇到的这些杂兵。看这个巨炮啊，看着确实大呀，给人一种精英怪的感觉。这款游戏的按键呢，一共是2个，一个是发射子弹，另外一个呢是发射雷。子弹键啊，它是连下方的炸弹一起发射的，而且呢，大家看我现在这个射速啊，是开启了自动连发，这个连发开启的还比较快。那如果一款飞行射击游戏你是开了自动连发的，它的难度啊其实是直线下降的。首先呢，你不需要分心自己去点这个子弹了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压制住对手了，那对面发射子弹的机会就少了。在这款游戏当中呢，这个现象尤其的明显。我刚刚吃到的这个就是炸弹啊，雷。好，第一关的 BOSS， 由于咱们的手速非常快，所以马上就把它撸爆了。第一关的 BOSS 呢是 ME323巨人运输机。刚刚那关啊是诺曼底。第二关呢来到了特鲁克群岛。这关能看见 J7M， 还有镇电、G4M1式轰炸机、零式水战。这样的游戏啊，小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面对的对手是谁啊。可能现在呢，很多军事迷看起来就感觉很熟悉了。其实我对这些武器啊，也是一知半解。那为了录制这个视频呢，找了大量的资料，有一些呢可能介绍的还不太正确啊。有熟悉的小伙伴呢，可以给我更正一下啊，在弹幕或者留言当中。这款游戏呢，很多小伙伴表示说现在如果看见视频啊，和小时候的音效不大一样。小的时候呢，很多机台采用的是雷电的音效啊。这个原因啊，我就不多做解释了。它为什么采用的是雷电的音效？那为了给大家找到熟悉的感觉啊，我特意呢找到了这样一个版本。好的 ，BOSS 战。这个 BOSS 啊，这是伊斯柏还是伊欧娜呀？伊欧娜呢就是401，这是谁老婆？要打沉了呀！打他的话呢，我放了一个雷啊，第二波上来把他拼掉了。打伊欧娜嘛，咱们就要射得猛一点。好，第3关塞班群岛，这关啊能够看见 A6M。什么2152各个型号吧，分支太多了，而且早年的这个贴图啊，你也不太看得清到底是哪个类型。那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这款游戏啊，每关开始之前，它有一个作战的地图。这个地图上啊，它涉及到了现实当中的地图，还有一些国家的国旗，所以说这些部分呢，我就给大家剪掉了。游戏的前3关难度还可以，并不太难，尤其是咱们的火力啊也比较猛。看这个连发，小的时候啊也点不了这么快，年轻的时候手速都没这么快，现在玩的话不开连发实在是玩不了了。手速已经跟不上了呀。
这一波差点撞到我。那这款游戏有一个特色啊，就是一些地方容易出现杀，需要背板。我下面的雷放了一个，现在是7个，满的话是8个呀。有的小伙伴呢叫雷，有的叫导弹，有的叫护身，有的叫炸弹，反正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成了。不同的地区呢叫法也不一样。这关的 BOSS 啊，兰开斯特，叛徒1号啊。第4关，大家看啊，这是沙漠地区。那这片沙漠呢是北非阿尔及利亚。这关能够看见88高射炮，必备141侦察机 ，SDK FZ250 系列装甲车。我为什么说系列呢？我不知道它是250啊、251还是252啊？有没有小伙伴给我科普一下啊？但也不大看得清啊，因为刚出来可能就会被打爆了。这款游戏当年看画面还是很不错的，但是现在看呢也一般，尤其是打击感上。哦，刚才这里我觉得我躲不开了呀，被对面的子弹呢逼到了角落，有点走神了就是。其实也没办法啊，现在玩游戏的时候很难100%的集中精力去玩了。大概几分钟吧就会走神一次，这个我也控制不了。我离猛的好处啊，很多飞机还没出来就炸了。前方不远应该是 BOSS 战了吧？这款游戏呢流程不长。一共就8关，打完8关呢，他就给你继续下一周末。我呢，可能也只能打1个周末。这才打到第4关啊，已经出现了被子弹逼到角落，不得已放炸弹的程度了。这款游戏我见过有人啊不用雷通关，简直是太夸张了。这在我来看不是人类啊。前3关难度差不多，那从第4关开始呢，难度上升了。好 ，BOSS 战 M3 格兰特，这是叛徒2号啊。对付叛徒就多放了几个炸弹。第5关就是东南亚的丛林这一片，缅甸啊、柬埔寨。小的时候觉得这关的场景应该是景色最好的。刚刚 BOSS 那里啊，我竟然放了3个炸弹，不小心多按了一发。我本来想放2个。那其实你比如说打第2关的 BOSS 尤娜的时候，小的时候呢，我大概见过3到4个游戏厅有这个阶级。有的游戏厅呢就是用炸弹快速拼掉它，有的地方呢就是慢慢打，流派不大一样。但有一个现象啊，就是往往同一个游戏厅所有人都是这样一个打法，一旦有人能够打通关了，那所有人都会学他的打法，然后呢大家玩法就趋向一致了。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多窜几个游戏厅的话，多掌握一些玩法的话，那在别人眼里啊，你就是高手了。快 BOSS 战了，这里的 BOSS 战啊，就是初见杀，因为 BOSS 会从身后出现，这如果被撞到呢，直接就没了。这里的背景能够看见名胜。
吴哥窟。BOSS 战刚刚能够看见 ME264，这里的 BOSS 啊，火力看起来比较猛，但是实际上它这些导弹啊能够打碎啊。好，后面又出来 BOSS 了，结果呢强制过关了。这款游戏有个特点，一会儿呢在第8关特别的明显，就是它出的那些 BOSS 啊是随机的。第8关的难度比前7关加在一起还要高啊！其实这种横版的飞行射击游戏，小的时候玩的不算多，一般的都是纵版的，因为机台的画面比例啊还是那个比例的居多。横版的呢，我也就是玩过战区88，还有雌虎战机，再加上本作。还有野马中队，就这么几个吧。哦，这关是阿尔卑斯山了，能够看见霍尔腾29轰炸机，这是奖命，捡到了。这个奖命捡的有一点危险，差点呢，因为奖命废了一条命。如果挂了呢，就等于抵消了，但是咱们的子弹水准啊，就退回到默认了。那本作呢，退回默认，再加起来还算不是很难吧？它不像雷电那款游戏，万一你在游戏的中途被打爆了，那你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准了。好的，来了一辆坦克，这个坦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，鼠式。是一辆重型坦克，那玩过重装机兵系列的小伙伴可能对它很熟悉。你能够看到啊，它副炮、主炮 SE 一应俱全啊，这是一个满配的。好的，干掉了。第7关，第7关呢，敌人只有这一个大和号。大和呀，这是谁老婆？没人认我炸沉了啊！大和怎么没有打散呢？慢慢打。这个 BOSS 给我的感觉啊，它就有一点像雌虎战机第3关那个 BOSS。放了一个雷，又给了一个雷，现在4发雷，4发雷打最后一关呢不是特别够。又给一个5个还凑合吧，因为我觉得不放雷打这个游戏最后一关真的非人类啊，太难了。又给一个雷，好的，这样6发雷，心里有底了啊。最后一关呢问题不大了，在这可以再浪一下。打完。大和号在游戏当中，我感觉无数次的出现了。最后一关柏林啊，这关啊，这些 BOSS 随机出，它可能是根据你打每个 BOSS 用的时间有关，根据 BOSS 出现的时机啊，那这些 BOSS 呢随机，而且呢它不是一个一个出现啊，对你像这种情况，它是2个一起出，非常难，你就需要快速的秒掉一个。后面又出现了，然后在这关呢，屏幕的左上角的区域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它容易出 BOSS 嘛。这里出现了，我就赶紧放了一个雷，不然呢你会被撞毁的，因为 BOSS 呢是有碰撞体积的，有碰撞的判定。趁身后这个 BOSS 啊
他的这个炮台缩到了屏幕左侧里边，我趁机炸了他一下。打这个 BOSS 呢，就要利用到这些技巧了。又给雷了，这关的雷给的还是比较多的。大家可以数一下，我一共放了多少颗雷啊？如果我没有这些雷的话，大家注意屏幕上边，我大概有5条命啊，这5条命不够用。那为什么不够用呢？就是这款游戏的一个非常奇葩的设定啊。你挂了之后，你的雷啊是不补充的，这和很多的飞行射击游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一旦你挂了，你的武器的等级下降是一方面，另外呢，你没有炸弹啊，如果都放光了的话，那这样就很难东山再起了呀。哦，又是一个2个飞机组合，我的雷啊还剩3个，2个。好，趁他呢把炮台又塞到屏幕外边了，又打了他一波。再来一下，我感觉差不多了呀。这关的流程呢，大概是3分多钟吧。这3分多钟始终就是一直在报复战。打这2个飞机就要注意了，只躲白色的子弹，因为它发射的导弹你能打碎，不用怕。我还剩1发了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数啊，因为我不知道要打多少 BOSS。那这回打呢还成，坦克啊没给几辆，来的都是飞机。坦克的话，你想啊，对面一个坦克，然后一个飞机打你，感觉啊就像玩联合大作战、中东战争一样，只不过呢咱们是敌人啊。我的天，刚说完来了一个鼠士，我只有1个雷了啊，这个雷就赏给他了。缩进去，好，一个奖命哦，还有呢，我以为鼠士是最后1个了，吃这个奖命啊，又差点撞毁，没有炸弹了。好了，通关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